非常喜欢吃的这个蔬菜煎饼啊。小时候我们家常吃，但是我觉得为什么韩国的蔬菜煎饼这么好吃啊？它有秘密武器。OK， 赶快来看一下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我来找找看哈。这个秘密武器应该是在这个粉的这个不一样吧？我看这个材料都差不多啊，你这个粉里面有什么秘密吗？炸粉和煎饼粉。那你如果是在韩国，如果是在国外啊，就是买不到炸粉和煎饼粉的，你可以把中筋粉变成面粉哈，煎饼粉。那炸粉的话是地瓜粉或换成那个太白粉。就这样就可以了。哦，是哦。我常常都去那个韩国超市买他们那个蔬菜煎饼的特用粉啊。是。可是我觉得煎起来也没有那个外面餐厅那么好吃，为什么？是因为油放的不够多吗？对。哎呀，重点，老师真的你这很厉害哦。对，是油要有一点像半炸半煎的感觉。对，油要多一点，非常就是难怪，所以说我做的这个饼就软就不脆啊。好，我们赶快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道煎饼呢。我们的重点就是油要多。还有韭菜要选对，韭菜哈不要选宽的，就是有一点细的哈，就是嫩的哦，就好吃。那再放节瓜哈，在一起。我放错了，我放小黄瓜啦。原来韩国人他放的是节瓜，节瓜的水分比较少，对不对？对。那节瓜我发现在台湾的话，他不敢吃辣的就是青椒嘛。我们在韩国的是都放青椒嘛。那我今天我就买的糯米椒。那再红椒，那我们混在一起，或者是你要摆盘的时候，上面摆在一起就好了，那就非常那个口口美味。我们就少不了，我们蔬菜煎饼一定要放韩国的，我在韩国放青椒，还有红椒这样子。那就味道就很特别。那我今天呢，就是做完这个了以后，我的最有人气的是这个酱料。让人家一吃了就真的这个人家有些人卖咖啡哦，我曾经在这个大阪的那个难波车站哦，就因为他这句话呢，我就去喝了一杯咖啡，它叫做什么？一杯销魂呐。老师，你的酱料该不会也是这个酱料吃下去会让人很销魂呐？老师不好意思讲，我替他讲了，应该是也会让大家销魂呐。我们来赶快看一下酱料有什么不一样。酱料有什么不一样啊？跟外面调的不一样，就是你吃了以后再想吃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吃不腻。吃不腻，可是吃不腻还可以吃得像老师身材这么好的话，也不简单呐。要吃泡菜，发酵的泡菜。原来韩国女人漂亮的这个秘诀在于泡菜，是要发酵泡菜，不是一般的生泡菜。是。好，那我把这个炸粉和煎饼粉混在一起哈。再蛋打上去哈，再水哈，210的水，那这个炸粉煎饼里面呢，这个粉它已经有一点小小的盐巴了，我们就不需要放盐巴，就这样搅拌就好了哈。有的时候看鸡蛋的大小，如果是鸡蛋的小的话，你可以再多加一个蛋。鸡蛋大的话就不需要这样子哈。所以第一个动作呢，我们要把这个粉气呢都把它消失掉啊。所以先不把材料放进来，是啊，免得它会结块嘛。对。那我们先把整个粉呢，这个粉浆呢调到呢都没有粉气，也没有颗粒了哦。对，就是你这样。拌的过程当中，你看到有没有一粒一粒小粒？如果看不到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好像是做蛋糕一样，不要有那种面粉在粘在一起的那种哈，一粒一粒的。那我们怎么看到说它是没有问题呢？好，你做好了以后，你这样子拿下来，这样就 OK 了。可以了吗？就这样子 ，OK， 它会很就是整个都是这样子流的。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一起放上去。好，把我们的节瓜还有这个韭菜放下去。对。好，就这样就很好了。那放辣椒的时候呢，随便放一点这样子。青辣椒多一点放就好吃。那最后摆盘的时候，上面再撒上一下就好。那我们就点开油哈。其实是很单纯的，很单纯，很简单，只要没有这样，我
摆的特多的，有时候我还会摆那个什么虾仁啊，还会摆那个花枝啊，摆了很多，煎出来也不见得好吃啊。也可以呀，就是老师这个油真的是放的挺多的哦。对，要放多一点才脆。重点就在这里。对，我就是煎的，就是不脆啊。那在台湾，尤其是脆的话会，就是边缘脆，中心就是软的。那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韩国的话，就会就是煎的非常非常薄，越薄越好吃，不是厚。我们蔬菜煎饼是要薄一点。才会酥脆，对不对？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火就是放就是不要大火慢火，因为你初心者的话，大火都会焦掉。是。那有的时候要不然的话，你就给它关掉，关掉了以后，你给它先放这个给它再稳定一下这样子。一下子一开始不要放太多。最主要这个面糊呢，要刚刚像王老师讲的你就是那个面糊不要太粘稠，像浆糊一样。是，不要。你一定要这样子，它是有流动性的。是的。但当然也不能太稀啦。不过，老师稀一点是不是比稠一点有救啊？对，反而比较不会失败，对不对？太浓稠是不是煎起来会很硬？浓稠太对，就是太浓的话。对，我觉得老师你很厉害哎。好，我们看到锅子里面的油真的很多耶。对，这个很重要。哇，居然你看，好像我们仰泳一样可以在大海里面飘啊，那个油那么多啊，难怪这么好吃。是。老师，我还常常看到那个韩剧里面他们会煎那个节瓜，他们叫做什么花饼子？就是也是用节瓜，对不对？煎饼，对。那也是用今天您调的这个粉吗？不一样，不太一样。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哦，好吃。黄色节瓜我们做起来有一点软度。你在国外的话，在美国的话我就知道，因为我小孩子在美国留学嘛，所以我去那个美国超市的话，他有卖那个黄色节瓜嘛，那老外爱吃。可是我们在韩国的话，绿色节瓜是比较脆度，煎起来很好吃。所以我也绝对不能被这个外表诱惑。我这个外贸协会啦，是。然后呢，有一次我的邻居他种了非常多的节瓜，就放在那个他们那个门口院子前面是。然后写一个说 for sharing， 就是说大家要分享就好了，这样子。对。哎呦，我就真的也就给他拿回家，因为太可爱了嘛，我就拿回家去画素描。是。然后后来想说，这个画完之后，这个节瓜很可惜啊，为什么 organic 啊？这么有机的东西，怎么可以浪费掉？我就试着像我们炒小黄瓜一样，我就把它炒那个蛋好难吃啊！好了，哇，好，你那边好了，我这边这个萝卜大家看一下，再翻一下，稍当一下哈。好，老师要继续煎吗？哇，原来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不知道，我一定是就是把它全部拿下去和一和。原来这样子摆才会漂亮。因为韩国人很会摆盘啊！对，韩国媳妇很难当啊。不好当。我朋友嫁给韩国人啊，她吓到不敢去韩国。不是说她的婆婆不好，是觉得她会觉得好像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标准。是因为婆婆非常的勤劳，非常的能干，什么都会做。她不是啊，她从小就是娇女啊。是。所以呢，就是当了这个韩国媳妇呢，婆婆虽然也很疼她，可是她就觉得压力好大哦。是的。真的是比较就是说你可以文化不一样，所以要求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呢，韩国人、日本人来当台湾媳妇的话，他们可爱着嘞，对，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很疼老婆啊。最近发现这个韩国年轻的就很喜欢来台湾，因为他很喜欢台湾的文化，不要看外表，我们真的是在韩国的真的是看外表。但我很喜欢韩国啊，可是就是我们在韩国的就有一点，我也有一点压力。是，你长那么漂亮，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启示了，对不对？对啦，对美的那个好，所以我们看那个王老师呢，在煎这个饼的时候手没有闲着不会说因为很多油我们就摆在那个地方刚刚他那一片他还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对不对？而且你不要没事就给它上下翻来翻去，一定要固定。底下都已经煎得非常漂亮了之后，而且这个
已经有一点硬度了，好，你再把它翻过来。对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就是旁边的颜色哦，它会慢慢变成咖啡色一样，就像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翻过来。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哎，真的耶，真的耶。老师，这个时间差不多的话，差不多可以帮我挤吗？挤了以后，对，把水挤干就好。好，谢谢。那酱料的话，加3哈，那了以后再加上大蒜泥哈，1大匙哈，葱花1大匙哈，那芝麻粒哈，就是从韩国带来的，很香，1大匙哈。再醋的话1大匙这样子哈，放进去。再辣椒粉也放一下，好。再放下2砂糖，就 OK 了。再搅拌一下就可以蘸酱吃了。很简单。哇，这么简单哦！是。观众朋友，今天可乐了啊！教的东西又简单又快速又好吃，哪来这么棒的东西呀？对，你看2选1，你要不要就是吃给观众看一下呢？老师第一次上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这么了解厨娘啊？真的，就是我在纽泽西那家韩国餐厅上吃的那个味道。原来就是要油多啊。有感动到吗？很好吃哎，其实材料很简单哎，只有2样东西。一个就是节瓜，一个是韭菜啊。哇，好香哦！请多吃。这个我不要打包，我现场就把它吃完。老师，你这个酱料真的会销魂，好好吃哦。对，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哦，那个王老师哦，穿了这么美的服装来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呢分享，在家就可以吃到非常道地的这个韩国料理哦。我一直很希望在节目呢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这个韩国料理，